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偶像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做的也没有到偶像那么完美。我能感受到自己生活有很明显的变化，就每天都在赶通告，就你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。我的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长大了吧。目前为止20岁，你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会是18岁的时候独自去参加比赛。不觉得那个决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当下我想去做的一个决定。其实每一种选择你都不能说它的对或错，当下的我的那个选择是我当下我自己最想去做的这个选择。当时是怎么回事？当时就是告诉我有一个综艺节目，然后让我去录，我就觉得很好玩很新鲜，然后有何炅老师也可以去见他或者怎么。其实想得很简单，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想过它是一个比赛类型，也没有想它是一个选秀或者怎么样的。我以为就跟我平时在电视里面看的综艺一样，就大家都很有趣，很在那儿打浪的那种，也是贪玩的一个心态过去。我想在跑车里输掉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都没有制止你，直接就让你去了？也有一些就是在劝我考虑好嘛，因为当时即将去工作了嘛，要实习或者什么的。然后如果我去面试那边的话，等于是放弃了我现在立马要去实习的那个工作，所以也就把父母一开始其实他们也不理解，也不支持吧，虽然也没有明确的反对嘛，反正就是他们更希望我是去工作嘛。是你本专业的工作？没错，空乘。那演戏呢？就突然被蔡老师指名要来演戏，就是看起来蛮有气场的。我觉得道明寺最重要的是一个气场。那个时候是已经节目录完了，然后也是在台北培训的时候呢。然后当时彩姐把我单独去聊天的时候，觉得很郑重的感觉，有一个很有仪式感那种，要把道明寺这个角色交给我的时候，因为他有给我分享了很多他和流星花园的故事，听到他那些故事的过也很感动。对于他来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交给我的那个当下，又兴奋又压力，就很复杂的一个感觉。所以你会觉得这流星花园播出之后，你会能感受到自己生活，或者是我能感受到自己生活有很明显的变化，就每天都在赶通告。刚播的那个时候是跑宣传嘛，那一阵子是最忙也是挺累的一段时间，然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变化很多，就你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。你还记得自己能明确感知到自己的人气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？最明显的应该是机场了，就你不会想到你去坐一个飞机，然后你去下一个城市的时候，然后有大家那么多人过来接你啊，或者是送你，就这些东西你之前都不会想到的。这种状态你适应？其实我并没有花时间去适应它，就我的工作而已。无论是流星花园播与不播，都是在完成一个演员就是该去完成一些工作而已。但是现在已经全不可能会有素颜出面的一天了。平时也是素颜出去，只是会戴个口罩。我自己其实也不会去化妆，我更喜欢我素颜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素颜的时候是比较舒服，因为你带妆或者带发，就你要保护它，你知道吗？你随时随地就会很多就是不方便嘛，然后去保持你在荧幕中的那种形象吧。但其实生活中就很随意的那。你觉得自己现在有偶像包袱吗？我觉得我是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身边人怎么评价你？工作人员偶像包袱这件事情嘛，都没有啊。对，我跟我工作人员经常一起打闹的那一种。你要吃吗？我喂你，没关系，没事啦，你快吃啦。我饱了，我饱了。没有一点点的那种包袱。然后我跟我朋友也是，就是相处的时候，可能他们在看节目或者是看剧里面，我是在工作的那种状态，但是我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其实跟以前完全没有变化，所以没有任何偶像包袱的。你觉得自己是个偶像吗？不觉得。你觉得自己应该是什么？就是演员啊。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偶像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做的也没有到偶像那么完美，就是自己还是会有自己的小缺点。就是你希望别人聊起你王鹤棣的时候，你希望别人会怎么评价？就我看过王鹤棣演的戏还不错，所以别人对你演技的认可会是让你比较开心的。对，没错。如果夸你帅呢？夸我说夸了呗。你会想成为一个好演员这样之类的吗？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长远的目标，就不是说你拍了一部戏拍了2部戏你就可以说你已经做了一个好演员了，你在往那个目标奋斗的一个过程中吧。你会是在演戏上会有自己野心？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就我其实无论在哪一个领域，当我喜欢打篮球的时候，我也在篮球这个领域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，自己的一个野心吧，就也可以这样说。就是我打英雄联盟就打游戏的时候，其实也会有这些，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才会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嘛。所以拍戏也一样。像前2年就是颜值为王，
你一个不需要你有很多演技，一个出彩的角色就足够让你爆红。但是这2年似乎对像你这样的年轻的演员来说要求更苛刻。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审美也好，或者是大家的看戏的那个要求也好，都在提高嘛。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，外界对你有更高的要求，你才能就是进步嘛，就是有人在逼你一把那种感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也许会意味着机会会变少？我倒觉得其实不会，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嘛，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下，大家的要求高了，然后其实你自己也会提高啊，不会觉得是一个就是机会会变少的这一种。有人跟你聊过你的颜值这件事儿吗？其实也没有。那当时蔡老师是怎么说的呢？忘记了。其实很多时候你聊天的时候都聊得很平常、很随性的那种，就没有说，哎，你鼻子怎么样，你眼睛怎么样，不可能是这些聊天啊。蔡老师选道明寺的标准是什么吗？他当时很纠结。我好像记得就是他对身高的要求，结果反而我是我们4个里面最矮的。就他一开始是对身高的要求，就大家男生都必须要求一个什么身高，这个是我觉得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吧。就是在立项之初还没有见到你们的时候，非常纠结，说到底是选演技好还是长得好的呢？然后最后直到看到你，他会觉得当然是选长得好的。我其实能理解，他当时见到我那会儿，我其实还是一个很稚嫩的一个状态。当时在节目里面第4期表演也是刚刚摸到门的那种状态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样说我也能 get 到他的点。但是我觉得我在剧组里面就是自己的去努力，然后学习的，就是一步一步，我觉得他都能看得到。最后当我们杀青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看到我的成长，也看到我的进步的那个。你理解的你和粉丝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这样的关系。我更希望我跟粉丝之间关系是朋友的那一种嘛。一开始我想名字想半天，就想一个兄弟伙这种名字，就大家都是朋友，大家都是兄弟那种感觉。你还记得他们为你做过最让你暖心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儿？其实他们每一次来机场就会问我一些什么热不热、冷不冷这些。我去223录制节目，他们就都会叮嘱让我多穿一点，然后就让我穿秋裤，就这些各种的那种关心的话。这2年间，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变化？我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长大了吧，成熟一点。可能以前我还在为一些琐碎的一些小事情，或者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，是去思考那些东西。然后我现在可能思考的更多的，比如说是演戏也好，或者是工作也好，就你考虑的事情和你处理事情的态度都已经不一样了。面对喜欢的女生会怎么表白？拒绝了吗？拒绝了就算了呀。害怕看鬼片吗？害怕。最近做过一件丢脸的事儿是什么？哭。就是收礼物。对，哭。你会觉得哭是一件丢脸的事？非常丢脸的一件，我很抗拒哭这件事情。如果看到关宏哭呢，或者是喜泽哭，这个躲得远远的，就赶紧走开。你听过最肉麻的一句粉丝表白是什么？不是，这都挺肉麻的。最近爱用的一张表情包？我自闭了。